2021年5月22号，青海玛多县发生7.4级地震，玉贡高速野马滩1号、2号大桥、花九高速昌马河大桥等等基础设施是严重坍塌，近70公里的路面像纸一样被撕开一条长长的裂缝。那玉贡高速路面断成一节一节的，跟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似的，就那么七扭八歪的摊在海拔4500多米的高原上，房屋受损超4000栋。唯一幸运的是，因为人口稀少，加上10年玉树地震以后建筑抗震等级提升了，只有19人受伤，0死亡。为什么4年多以前的事儿我今天突然就提起来了呢？主要是因为在小母书上我翻到了一位旅行博主叫李一在路上拍的几张照片。在这些航拍影像里呢，你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些公路天桥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一瞬间就趴窝了，碎得不成样子，不由得我们人类不感叹自己的渺小啊。但是说真的最让我心里头咯噔一下的，反而不是这大自然这股子蛮劲儿，而是咱们的人在旁边干的事儿。一条崭新平整的路桥就挨着这片废墟，安安静静的修好了，通车了。同志们，你们就脑子里这么捋一下那可是2021年5月底刚发生的地震，地动山摇，路断桥塌呀，看着都让人心里发凉。临时变道42小时就抢通了，可是多少人当时心里直打鼓完了，这条连着果洛和玉树的命脉线估计是要摊上好一阵子了。要把这些碎成麻将块的路桥彻底修好难呐，冻土地基已经被震酥了，地裂缝跟蜘蛛网似的爬得到处都是，想原地重建就跟在流沙上盖楼没区别呀。直到后来听说是工程队拍板做了一个让一步的决定，绕着断裂带最凶险的核心区走，在野马滩1号桥北边500米开外重新垫路基铺新路。实在绕不开的野马滩2号桥那段，干脆心一横，把碎渣子全清干净，从地底下重新打起基础来。那然后呢？然后就是让世人叹为观止的中国速度了。2022年6月，挖掘机大卡车是轰隆隆开进工地的时候，冻土还没完全化开呢，空气稀薄的连平原一半的氧气都不到，工人们拧个螺丝都得使上3倍的劲儿，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大伙儿裹着厚棉袄干活铺沥青都得掐着高原上少得可怜的大晴天抢时间干。可就是这么着，人家愣是5个月里铺好了4.58公里新路，架起了2座中桥，还加固了4座老桥，比原计划硬生生提前了99天。2022年11月6号早上8点，第一辆车稳稳当当开过野马滩新路的时候，那些工人在喘气儿都费劲的地方，白天黑夜轮班干的画面，有多少人能印在脑子里没有这股子基建狂魔豁出去的狠劲儿，就有谁能在世界屋脊上活生生把这些不可能的路和桥给凿出来那位旅行博主的航拍照片里，塌了的旧桥废墟旁边立了块碑，就当做地震遗址了，就提醒人类大自然的脾气有多大。新的路呢，就在100来米开外，车轮子天天在上面跑得欢实着呢。这一新一旧摆在一块儿，就很像咱们中国人跟大自然打交道的方式既懂得敬畏，又善于变通。马多这地方金贵它是3江源的新窝子，中华水塔这名号不是白来的，黄河差不多一半的水都从这儿淌出去，草甸子底下那生态脆得像琉璃一样。要是死脑筋非在废墟上折腾，那些轰隆隆的重型机械开进去，那冻土草皮得碾坏多少灌水泥浆子万一渗进水源地怎么办呢？现在这新路线绕着生态最娇气的地方走，施工也收着劲儿，像护着眼珠子一样护着这水塔废墟呢戳在那儿当警钟，新路呢接着把要过下去的日子撑起来。咱们在敬畏老天爷跟过好自个儿日子这2方面中间那条平衡线是掌握的游刃有余现在要是有谁站在野马滩的哪块高地上，这迎面吹来的风是不是还有点唐番古道的味儿好像文成公主也是从这儿去的西域吧今天这一新一旧2条路，这不也是一种传承吗？
祖宗前辈们踏雪山过草甸，拿脚底板踩出进藏的道路。到了今天，咱们的工程队在这片喘气儿都费劲的世界屋脊上，顶着冻土、大风、稀薄的空气，5个月就轰隆隆开了一条新公路出来。一直到正式通车，这离地震过去才1年半呀！这速度，这手底下的硬功夫，还有谁？你要是有机会去摸摸新公路两边那钢铁护栏，那被太阳晒的是有点烫手啊。可这温度跟咱们中国人那股子说干就干，再难也要把路修通的倔劲儿，是不是就很契合呀？